今日影评争论电影，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张小迪，一起来聊一聊新片《一战再战》。欢迎您做客节目。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颓废的养父，出走的母亲，激进的生父，破碎的他。电影《一战再战》讲述了曾经加入过反抗组织的鲍勃，在经历10几年隐姓埋名的平淡生活后，女儿因为身世秘密被意外带走，只能重新踏上颠沛抗争的寻女之路。影片集齐了3大好莱坞名演员同台飙戏，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更是当下炙手可热的文艺片名导。烂番茄新鲜度98%，MTC 更是开出了96的高分。导演斯皮尔伯格直呼，这是今年他看过最疯狂的电影。What an insane movie you made. Oh my god. 国内豆瓣评分高达8.1，影迷群体大多给予高度评价。然而首周末票房却反响平平。一战再战口碑成绩可查，为何票房遭遇熄火？国内呢，我们看到首周末的票房表现并不突出，那在您看来问题出在哪？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因为目前它主打的还是动作卖点，但是也包括在平遥电影节对于小众影迷的一些预热，抱有一个去电影院里边观看动作爽片的期待。看完之后会发现这部影片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商业电影，它体现了一种 MV 风格，进了电影院仿佛你看的是一部长预告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里面有大量的爵士配乐，或者说是这种动感的音乐，配合一些比较花哨的画面，零碎的话语和拼凑的符号当中，去表达一种后现代风格，或者说是当代人的生活状态，让人觉得可能整个故事讲的是比较破碎的。I need a weapon, man. All you got is goddamn nunchucks here. You know where I can get a gun? 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它在这样的一个动作镜头的一个使用和衔接上，其实它是非典型的。电影里呢，它为营救女儿奔波，但是对比《飓风营救》这样具有爽感的商业片，看完之后却并没有想象当中酣畅淋漓的感受。我们看到可能大概就是在片头当中，它有墨西哥边境的营救和写字楼爆炸案这些相对完整的动作戏，在之后它大概都是零碎的一些插入式的动作。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于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托马斯品清的《葡萄园》，勾连了全球左翼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在美国的内在谱系。那么延续这条谱系，展开了一个类型片的关于信任和背叛的故事。这是一群与美国政府对抗的激进分子，经历了青春与衰老，遭遇了激情和叛变。他们一面执着于这种浪漫的自由理想，但是又一面沉沦于暴力和流亡。You know what freedom is? What? No fear. Go. 事实上，迪卡普里奥救女的这个历程它也很类似于一部西部公路片。那么事实上，这些中年角色的背后可能直接关联的是桑姆帕金法具有开创性的一部西部片，叫做《日落黄沙》。想要退出江湖的老劫匪，长期与政府和军警对抗，最后又全部命丧于墨西哥军阀之手的这样的一个凄惨而又荒诞的故事。那么一战再战当中的这些失去了组织，然后不断被政府追剿，陷入麻烦当中的这些激进战士，事实上是与日落黄沙当中的这些老牛仔所形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呼应。 You can't answer what time is it. I cannot give you the rendezvous point. This is a key tenet of the rebellion. I'm surprised. 影片也许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好莱坞类型片的旧调重弹，借助于动作类型片的外壳，贩卖对于美国文化和现实的关注。 I swear to God, I will hunt you down and stick a loaded piece of dynamite right up your... 那影片呢也非常长久的持续着一种愤怒的情绪，但是又包含着一丝荒诞戏谑的成分，让这种愤怒变成了一种无能狂怒。一战再战这里面的人物为之战斗的愤怒的又是什么呢？那么战第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价值观，诸如影片里边所谓的这个法国75军团致力于的解放，或者说是革命，或者说是这种斗争。那第二层的战，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为暴力美学。那么我们知道暴力美学实质就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关键要素。事实上从最早的好莱坞电影，比如说一个国家的诞生当中，就在不断的去探索营造暴力，去超越现实中的暴力，
影片的片名《一战再战》，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反讽，愤世嫉俗，或者说是这种反抗激进，它变成了一种可贩卖的生活方式，其实带来的是一种过剩的，甚至是有些粗俗的暴力审美的体验，也许就是好莱坞类型片的这种蜕变，是美国文化的衰退。其实说到这儿，让我不禁的想起架空的美国内战和编号17，他们其中呢都有很多对于美国时局的影射和讽刺。在您看来，一战再战当中讽刺的力度拉满了吗？我认为一战再战当中的讽刺是有限的，影片当中的很多价值和情绪，事实上是通过一些符号和口号去表达的。God damn it! Viva la revolution! 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两个父亲和一个黑人母亲以及一个混血女儿这样的一个组合。迪卡普里奥代表了美国的现在的这种白人左翼，仙潘很明显的是代表了这种极右翼的形象，黑人母亲的形象不用多说，很直观，代表了这种黑人群体。混血女儿这个设置是现在美国可能最尖锐，也是一个美国未来的问题象征。他既具备了迪卡普里奥的叛逆，又具备着仙潘的残酷，但是很大程度上他又遗传着他黑人母亲的勇敢。甚至有些烂俗的是，导演在最后给出了一个所谓大团圆的结局，黑人母亲给他的这个混血女儿留下了一封信，它预示着一种理想的未来。 I didn't ask for this. That's just how the cards were rolled out for me. It's not cards. You don't roll cards. It's dice. Dad, what is wrong with you? 不过这又似乎跟影片所要表达的这个批判主题形成了一种悖论，我们难以去接受或者是共情于他的讽刺。这个导演他以往的作品大多都关注的是这种文艺片风格或者是时尚气质，去塑造边缘人物，然后关注家庭伦理。其实他们这一代影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杆或者说是导师，也就是马丁·希克塞斯。那么一战再战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他的制作模式，他的明星阵容的搭配，甚至他的影片叙事的策略等等方面，都能够去对标到马丁·希克塞斯所引导的这种所谓好莱坞作者电影的这样的体系当中。那么我认为这部影片也许也并没有实现如《黑客帝国》等许多文艺片向类型片转型当中实现的颠覆和创新。恰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它是一种继承的背叛，它是一种激进的保守。好的，非常感谢张小迪的精彩解析。